Hello， 大家好，我是奇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经过一轮比特币大跌后，比特币还能进场吗？在这一期，我会分享个人觉得3个很重要的因素，让你去衡量比特币短期和长期的趋势。虚拟货币市场经历过接二连三的坏消息，在过去前2个月都处于买方和卖家的拉锯战，直到前几天才突破了4万元大关。如果你有留意最近的新闻，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 Binance 在全球范围内也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监管。早前，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宣布停止 Binance 在该国从事任何受监管的活动，并针对该平台向消费者发出预警。在前几个月， Binance 在美国已受到多个机构的调查，包括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国税局关于非法活动的调查。日本金融厅和泰国最近也对 Binance 发出警告，指控 Binance 未经注册提供加密货币的服务。还有，在面对加拿大监管义务日益增加， Binance 在6月宣布停止在加拿大 Ontario 的业务。上个星期呢， Binance 也宣布停止了德国、意大利以及荷兰的业务，也会逐渐退出欧洲市场。而最新被影响的客户也包括了香港和马来西亚。这意味着各国的政府以后会更严厉地监管虚拟货币的投资。长远来看，这将会对全球的散户投资者造成影响。回到今天话题，到底比特币现在还能进场吗？个人觉得第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它的供应和需求。比特币的供应来自于矿工。自从中国5月份强力打击比特币，矿工的去向一直备受关注。随着内蒙古、新疆之后，以清洁能源、水电为主的四川的矿场也沦陷了，遭到有关当局清退关停。在6月20日，四川的所有矿场被集体停电，来不及转移的比特币矿场损失惨重。四川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矿工聚集地，大约有500个矿场，每天800万的负荷正用于加密货币的采矿。四川由于水电资源丰富，每年到丰水期，四川都有大量的水电被放弃，而这些消纳过剩水电的压力可以转化为低廉的电价供给一些企业，这也包括了矿场企业。如今新一轮打压下，中国加密货币产业瘫痪，许多中国矿主们选择贱卖矿机退出该行业。在阿里巴巴的国际网站都不难发现大量二手矿机等待出售去外国。目前全世界被挖出了1800万的比特币当中，相信有18%的比特币是在矿工手里。根据图表，很明显矿工比特币的持有量在6月份迅速的减少了，而矿工卖出量最多的时候其实是今年的1月份到2月份。当时的高峰期是大约每月约17000到24000枚比特币的速度净卖出。从 Glassnode 的 Miner Net Position 指标，我们大概能知道矿工卖出供应的变化率。净持仓的变化代表着矿池的交易流量，当指标为正数，意味着矿工继续积累数字货币，也代表着矿工对比特币走势的信心。要知道，全世界的矿场主要分为3类，手中持有1到20台甚至100-200台矿机的小矿主，就是单纯的挖矿，挖多少卖多少。第二层次则是手上持有500到1000台矿机的矿主，这个层次的人会根据行情走势选择是储存比特币还是马上抛卖。第3个层次是手上有几千台甚至几万台矿机的矿主，这类矿主通常在2017年后开始出现，而在挖币的同时，更多的是介入比特币周边延伸出来的期货。这类人群通常是手里有币，但一般不会抛售，同时为了防止币价下跌，往往会在资本市场上做对冲，进而避免风险，获取更大利益。在需求方面呢，在种种的坏消息下，比特币在4月及5月的大幅度暴跌，也让很多散户投资者爆仓，短期内也会让大家却步于虚拟货币市场。值得关注的好消息是，加密货币市场或许能迎来新力军。德国最近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允许约4000个现有机构投资基金投资在加密货币资产。该法律在7月1日已经生效，基金经理在最多可以将他的投资组合的 20% 投资于虚拟货币。这代表着多达4150亿美元的 AUM 可以转移到加密货币，
尽管这不太可能，但是哪怕只有 1% 的资金用于配置加密货币， 41.5 亿美元对整个加密货币行业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全球最大的 GBTC 目前的市值也是差不多220亿美元。还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需求，就是美国的 regulator 是否会批准该国的第一个 Bitcoin ETF。毕竟 GBTC 是一个信托，相对来讲管理费和交易成本都比较高。就在6月28日，美国女版巴菲特 Cathie Wood 的 ARK Invest 也加入了这个趋势，向美证交会申请成立比特币 ETF。 投资者都乐观预计美国今年一定能产生第一支比特币的 ETF， 理由是这个月刚刚上任的 SEC 主席 Gary Gensler 曾经在 MIT 教授加密货币的相关课程，他自己本人也是加密货币专家出身，可能会放松对比特币 ETF 的标准。而且邻国加拿大早在2月的时候就批准了该国第一个 ETF。 截至目前，已经有数十家公司的申请被 SEC 拒绝。 SEC 主要依据的论点是比特币市场过于动荡，缺乏足够的监管，并且太容易被操纵。一旦美国批准了， ETF 将会大大的降低了数字货币的入门槛。另一方面，比特币 ETF 还能够增加主流数字货币在全球市场的流动性，更多机构和普通投资者都可以安全高效地交易这一个资产，同时不必担心违反当地的法律法规。第二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在6月份，美联储给外界带来惊喜，突然带来加息的预警。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意外转鹰，暗示将提前至2023年至少加息2次。股票市场和黄金市场都出现了波动，黄金也因此下跌。既然不是现在加息，为什么这个消息会影响着整个金融市场呢？那是因为这个消息并不是市场预期的。因为在3月的时候，美联储估计2024年才开始加息，投资者通常会依据这些消息而进行了投资组合的调整，包括了进行通胀交易。通胀交易是一种常见的投资策略，可以是投资组合的变动，或者是在那些容易受通胀影响的资产的投机交易，比如美元、黄金或白银等等。当我们会迎来高利率环境的到来，意味着美元会升值，通胀压力也会降低，所以基金经理都必须重新分配投资组合。也因为利息的提高，人们也更倾向于将钱存在银行。根据 BofA Global Fund Manager 的6月份和7月份的调查，比特币的热度已经大大的减少，成为第3大热门的交易，仅次于科技股和 ESG。 第3个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全球白热化的央行数码货币。随着虚拟货币的热捧和冠病疫情加速了商品和服务的数码化，全球央行加快探讨发行数码货币。更准确来说，这些央行发行的数码货币应该被称为央行数字货币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付款和清算新兴科技不断涌现，推动了私人领域数码货币的发展，对货币供应和价值储存带来深远的影响。金融监管局也正在加快步伐，赶上数码货币发展的速度。如果通过央行数码货币来推出刺激政策，就能更准确地跟踪货币在经济体当中的流通，给央行提供更多信息。这也意味着政府能跟踪到每一个交易记录，这些资料都是每一个国家和企业想要知道的大数据。现阶段政府是很难追踪到现金的流动去向，而且大面额钞票更大多数用在非法活动上以及见不得光的交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报章上看到贪污官员被抓，就会发现大量现金藏在家中。在2016年，印度总理莫迪宣布面额500卢币和1000卢币的纸币自当天午夜起退出流通，以打击腐败、黑钱和假币，令到全部人民连夜赶往银行存钱。印度农村许多人习惯在家存放大笔现金，一方面是因为当地银行较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逃税。不只是印度，就连先进国闻名的日本也是一个现金主义的国家。
大部分中小企业并不是很愿意去使用电子支付，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利润。一旦使用电子支付的话，每个月手续费也是一笔开支。其次是日本银行不愿意采取开放式的政策和共享客户信息。日本人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非常强烈。要知道，在日本，如果有公司泄露个人信息的话，将被判处6个月的有期徒刑或者30万日元以上的罚款。在电子支付方面，中国可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因为信用卡在当地并不普遍。Visa 和 Mastercard 已经争取11年之久，却始终无法进入中国信用卡市场，只限于处理外币交易。根据统计，中国的电子钱包使用率在全球最高，电子钱包占中国电商市场支付方式的比例达到 72%， 超过80%成年人使用电子支付。其实，管理和转移现金的成本高，数码货币可降低开支，这也便于让那些未充分享有银行服务的人士获得金融服务。央行数码货币的先行者可取得长期地缘政治优势。例如，如果中国推出电子版人民币，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的贸易银行。央行数码货币也可满足未来数码经济体中的付款需求，提供比私人领域 stablecoin 更加安全和可信的付款服务，并且为未来的跨境付款打好基础。数字人民币也不同于支付宝、微信，因为支付宝和微信只是支付平台，这些平台本身不是钱，只是钱的搬运工。这些支付需要绑定银行卡才能够支付或领取现金，而数字人民币本身就是钱。央行数字人民币项目的英文缩写是 DCEP， 包含数字货币 Digital Currency 和电子支付 Electronic Payment 两部分。中国在2020年6月的时候宣布推行，已经开始大规模测试。从去年开始到今日，测试人群已经到达200万人。从去年4月，中国已经在多个城市先后试水数字人民币，总共发放 4.3 亿元的红包，吸引210万人参与。2021年6月，北京、上海、长沙等也陆续展开新一轮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21年1月份的一项调查，多达 86% 的央行目前正处于研究以开发数码现金以及央行数码货币的不同阶段。例如，英国银行近期宣布正在研究数码版的英镑。在3月份，欧洲央行行长说，经过欧洲央行公开征求意见后，数码欧元或将于2025年推出。如果你还记得2019年6月，面子书宣布要推出全球数码货币 Libra， 全球各大央行纷纷加快探讨央行数码货币，但是 Libra 的数字货币计划持续遭到拷问和谴责。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指责 Libra 试图挑战美元地位，欧洲多国的央行行长也宣布抵制。在最近一次听证会上，扎克伯格反驳说，如果 Libra 不做这件事，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将会做。在2020年12月，随着很多公司的退出， Libra 也重新命名为 Diem， 而且只会在美国发行。在最近1个月前， Diem 首席经济学家说，一旦美联储发行数字美元 CBDC 后， Diem 稳定币将会逐步退出市场。相信大家都知道，比特币和以太币的本质是去中心化，不受央行和政府的管制。这也是为什么比特币一开始是被用于洗钱或暗网的非法交易。如果你是央行，你会选择放纵它，还是你去牵制它？这个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现阶段各国都不会全面禁止虚拟货币，因为这个市场是块肥肉，你不做的话，其他的国家也会参与其中。然而一刀切的禁止会把利润推向了国外。经历过全球 5G 大战后，中国在货币这一块又拔得头筹，主动推行了数码货币测试。各国也已经蠢蠢欲动，尤其是美国。专家预测在近几年会掀起货币之间的一种全新竞争，这绝对也是大家应该密切关注的事件。好吧，这一期我们就说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欢迎你在底下留言，或者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
就欢迎你订阅和打开旁边的小叮当，那么下一次的新影片你就不会错过了。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拜。